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，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们一同飞跃。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内陆，六盘山和贺兰山分别矗立在它的南北两端。宁夏南部是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，它的北部同时被3片沙漠包围。穿行而过的黄河，孕育出了富庶的塞上江南。我们的旅程从宁夏的最南端开始，飞越六盘山脉，拜访一片失而复得的森林。沿着清水河一路北上，探寻黄土地里的生机。在它与黄河的交汇处，见证宁夏最甜蜜的果实。宁夏也有黄土高原，在它6万多平方公里的辖区内，黄土地貌主要分布在南部。土黄是这片高原的底色，不过六盘山却成功地用森林的绿色来覆盖。从60年前开始，人们就意识到森林能守护水土，于是，一批批树苗被繁育出来，种在山坡上。几十年来，这样的造林工程从未终止。坚守让六盘山的绿色地带不断延展出新的边界。每一棵树都像一座小型水库，在留住降水的同时，又为蒸腾作用提供条件，让六盘山成为宁夏为数不多的天然水源地。从它发源的河流当中，清水河在宁夏的行程最长，流域面积最大。宁夏属于典型的半湿润与半干旱气候区，所以旱季的清水河要比雨季的它瘦小很多。在它一路向北的旅程中，不仅要流经干旱地带，还要经过远古盐沼的领地。它的出现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体的干旱，但有了清水河，生命就有了更多可能。
想在缺水的地方生存，就得练就特殊的本领。拥有独特风味的土豆都会带给西吉人最实在的丰收。这座小镇把他对水的渴望写在了名字里。在过去，雨水是村民们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。门可以不锁，但水窖的盖子一定要盖好，那样既减少蒸发，也防止沙土落入水窖。取水不易，人人都盼望用水条件的改善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人们利用泵站和水渠引来了黄河水。喊叫水乡的村民终于可以用上自来水。靠天喝水的日子已成历史，人们存下了水，也储存了希望。有了水，再甜的梦想也可能实现。这是西瓜号专用水车，它满载着来自黄河的灌溉用水，为西瓜的生长提供保障。在这里，灌溉就像是一场接力。到站之后，水车里的水被分给每一位瓜农，再由他们送达给地里的每一株瓜苗。浇水之后的土地会被立刻蒙上一层地膜，减少蒸发。长期缺水的历史曾让这片荒滩无人问津。如今，黄河水一来，荒滩积攒的财富立刻兑现。超长的日照时间，悬殊的昼夜温差，加上地里丰富的硒钾元素，都是西瓜的最爱。7月，西沙瓜铺满大地，人们终于相信，宁夏的夏天也可以甜美多汁。清水河最终在中宁县注入黄河，这是黄河支流与主流的相遇，也是宁夏的水系当中重要的一次汇流。黄河和清水河的泥沙淤积形成了富含矿物质的土壤，这里
孕育出了宁夏最火红的果实枸杞。这是一种难以保鲜的果实，成熟的枸杞果一旦被摘下，常温下大约只能保存2到3天。枸杞干果是我们最常见到的它的样子。说起来，枸杞与茄子和辣椒的关系最近，都属于茄科，但只有它拥有甘甜的口感。这趟旅程从沙漠深处开始，欣赏难得一见的白色奇观，沿着铁路前进，看人们如何捆住流动的沙漠，邂逅一群悠然自得的奶牛，看一看戈壁上建起的高科技。腾格里沙漠，雪是最意想不到的客人。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气流把空气中稀少的水汽凝结成雪，大地也在一夜间变了颜色。在腾格里沙漠，这样的景色并非难得一见。每年，这里几乎都会有2次以上的降雪。不过，想要亲自见证这样的奇观，唯有在最寒冷的时刻穿越沙漠。至少在180万年前，这片中国第4大沙漠就形成了。遇上大风天气，它就会展现出狂躁的一面。宁夏只是挨上了腾格里沙漠的边缘，就足以感受到它的威胁。一支队伍向沙漠发起了挑战。按照1米乘1米的尺寸，人们用麦草扎成一个接一个的方格。就这样，流动的沙被锁住了。草格间，绿草开始生长，先成条，再成片。1958年，包兰铁路通车时，沙漠还在向东推进。60多年来，在这条狭长绿洲的护卫下，包兰铁路安全运行，沙漠也不再东移。并非所有人都对沙漠心存忧虑。走进沙漠，住在沙漠里，被列入不少人的旅行计划。它是包兰铁路第一批蒸汽火车中的一员。工作了大半辈子，一直默默无闻，却意外在退休后成了明星。4年前，人们把这列老火车请进沙漠，将17节车厢改造成酒吧、餐厅和客房，令它可以同时接待130名游客。今天，它是沙漠里最受欢迎的旅馆。进入不再奔跑的日子，老火车依旧热闹非凡。另一批新的来客也受到了沙漠的款待。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奶牛只属于草地。其实，相比绿草，奶牛更喜欢趴在黄沙上，来个贵妃躺，晒会儿日光浴。奶牛的一生中，一半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。无所事事是它们产出好奶的关键。黄沙堆起的松软床垫，吸收着阳光当中的热量。这张巨大的天然温床，成了帮助产奶的超级工具。沙漠里藏着的机遇总是出人意料。戈壁滩上，这些方方正正的建筑里，20万台服务器正昼夜不停，实时计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。选址在此的原因，正是看中了荒漠的环境。充足的风能、光能为它带来便宜的电价。宽广的空间，留给新建机房的位置还有很多。换一种视角，蛮荒的戈壁就是被人们忽视的宝地。25公里外，是西北最大的沙漠光伏园区。它的面积超过3000个足球场。每年约3000小时的光照，在这里被转化为接近40亿度的电量。最大的麻烦是风沙，蒙上沙尘的电板无法正常接纳阳光，会降低发电效率。人们为这些电板加装了自动清洁器。傍晚，阳光减弱，清洁工作开始。慢慢除去了一身尘埃，他们又可以清晰看见第2天的朝阳。穿过云层，见证贺兰山的宽阔与高耸，与高山上的精灵来一次亲密接触。沿着山脉飞行，探访一片700年前的神秘建筑。宁夏的云层通常不会太低，所以能够耸入云端的山就绝非一般。贺兰山，宁夏最高的山，主峰海拔3556米。它用高大的身躯守护着一方水土。自北向南，贺兰山200多公里的延绵山体，阻挡了来自西面的风沙与寒流。在它的东面，得到庇护的银川平原，成了富饶的塞上江南。人类难以触及的高度，却是另一群动物的舒适区。峭壁之上，岩羊有自己的宝座。这是一种胆小的动物，警惕性极高。
掌握了超凡的攀岩技术，他们总是登高望远。这样的生活既威风又安全，但是在冬天，他们却会主动下山。山里没了食物，高高在上的岩羊也不得不和人亲近起来。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，人们为4万只岩羊开了26个露天食堂。能填饱肚子的友情，谁都不会拒绝。在人们的印象里，长城一般都建在山脊上。但是，当山脉有了一个缺口，长城也不得不来到平地，成为这里最后的防线。3关口明长城，面对着贺兰山最宽的山口之一。在古代，这里是边关防线上的重大隐患。为了增强防御，400多年前，人们特意在这里修筑了3道长城、3道关隘。如今，关卡早已不复存在，长城内外享受着同一片安宁。向着下一个山口进发，我们跟随车队来到了一片风车森林。这里是贺兰山风电场。趁着风力减小的间隙，人们给巨大的风车更换零件。在60多米高观察风速，将34吨的叶轮卸下，钻进机舱更换轴承零件。每台风车每周都会接受一次检修，每月大约有3到4台风车需要接受这样的大手术。只有精心维护，195台风车才能迎着猛烈的西北风翩翩起舞。荒原上凸起的存在，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西夏文明遗址。700年前，西夏王陵曾是一片宏大整齐的建筑群。这些黄土包原本是贴着琉璃的宝塔，土堆表面星星点点的洞，是外部结构和夯土连接的痕迹。今天的到访者无法目睹他们建成时的华丽外表，却仍然可以见证一个消失王国与贺兰山并列在一起的气魄。无人区最受越野迷的青睐，这片天地足以消解引擎的巨大轰鸣，更不担心那些憋足气力的冲撞。几年前，一群越野迷选中了这里，并号召全世界的车迷们来此挑战。超过50度的陡坡，
只有最专业的车手才敢于尝试。这样的赛车，无论是发动机、轮胎还是底盘，必须专门选配。意外是意料之中的，关键时刻最靠得住的还是人。登顶最需要同伴间的信任，那才是无可替代的动力。总有一些美好值得等待。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航拍中国第3季，一同飞跃。接下来的旅程，我们将去往偏远的荒原，发现新的生机。在旱地梯田里遇见最亮眼的色彩，见证生态移民成就的奇迹。看一看努力健身的羊群，最后造访一座灯火辉煌的超级工厂。运动的羊群非常容易发胖。为了保持32到36斤的最佳体重，早晚2次，滩羊都要跑步锻炼。这是宁夏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。同心清真大寺大约有600年的历史，它采用了中国传统古典建筑风格，飞檐斗拱的结构显得庄重而朴素。
古老的寺院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。1936年，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——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，开创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。东部与西部发展的差异是很早就被关注的问题。于是，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就与西部约定，携起手来，共同进步。这个只有6万人的小镇是东西部合作的典范。它的名字融合了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简称。对口支援工作，帮助宁夏贫困山区的居民陆续迁来这里。先是有了一个村，又慢慢聚集出一个镇。相比于开发建设初期，闽宁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500元的情况早已被刷新。2019年，这个数字达到了14000元，增长了大约27倍。人们总是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不断进步。干旱少雨的气候，让一些地区的环境变得脆弱。20年前，这里原先的居民们认识到，当地的环境已经到了需要被保护起来的程度。深思熟虑之后，人们最终决定离开这里。他们作为生态移民来到红四堡，一片水源丰沛的新家园。红四堡先后聚集了超过23万的新移民，成为全国最大的异地单体生态移民扶贫集中安置区。在这里，最值得努力的事就是建设新的家园。人们相信，从今往后，勤勤恳恳就能实现梦想。在前往全面小康的路上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夜晚，10万盏亮起的灯，是戈壁上最耀眼的光。过去，燃烧曾经是人们利用煤炭的主要方法。这种传统的方式却时常引起环保方面的争议。如何创新煤炭清洁、高效开发利用的技术，人们不停寻找着新的方法。这是3700公里管道串联起的一座超级工厂，它的任务只有一个：把煤变为油。整个过程并不需要点燃煤炭，避免了直接燃烧产生的有害排放。人们由此获得了更加清洁的油料，也留住了煤炭里更多的能量。冬去春来，见证黄河从冰封中苏醒，逆流而上，来到沙屿湖的乐园尽情狂欢，飞越千万条灌渠滋养的沃土良田，遇见一场向黄河致敬的马拉松比赛。
刚刚进入宁夏，黄河就迫不及待地送上了见面礼。在黑山峡，黄河像是特意拐了一个大弯，为南岸留下一片肥沃的河谷阶地。南长滩村是独享这份礼物的幸运儿。这是一座躺在黄河怀抱里的村庄，充足的水源不仅养活了1000多口人，还滋养着100多棵古老的梨树。每年春天，100岁以上的古树依然会花满枝头，竞相开放。黄河开始了它的宁夏之旅，也开启了它对宁夏的祝福。在宁夏，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流淌。冬天，越往北方，温度就越低。当河水的温度降到0°C，水面开始结出冰花。它们逐渐堆积，最终铺满整个河面。黄河渐渐慢下来，直至河道完全冰封，进入30多天的沉睡。2月，黄河冰面的第一声崩裂，总是最早为宁夏带来春的讯息。由南向北，温暖的春风逐渐吹开冰面。鹤群北归，黄河解冻，春天就要来了。黄河的河道不止今天的这一条，很久以前，黄河就曾从这里流过。在风力侵蚀下，这里逐渐出现了22平方公里的沙漠。60多年前，人们将黄河水重新引入这里，形成了这片45平方公里的湖泊，与沙漠相伴。沙与湖的组合带来了别样的快乐。常年奔走在沙漠中的骆驼，最懂得这片水域的珍贵。在沙丘上，把油门踩到底；在水面上乘风破浪，给了人们跨界比拼的机会，看看谁才是这里的速度之王。宁夏北部的富饶，主要得归功于黄河的恩惠。黄河一进入宁夏，就受到热情的挽留。银川平原更是用它平坦的地势，放慢了黄河的脚步。所以在这里，黄河水势虽然浩大，却显得平静温柔。这里的河面略低于两岸，河道就成了天然的灌渠。在水利不够发达的2000年前，人们就可以轻易把黄河水引入农田，
于是黄河在这里的旅途不再寂寞。百万亩稻花随风飘摇，在农田里画一幅3英战吕布，关公的大刀足足有139米长。20万亩水塘，鱼虾成群。30万亩葡萄园，酒香四溢。因为黄河，黄土高原上有了迷人的塞上江南。黄河边，一场万人马拉松比赛如期举行。国际马拉松的赛程标准是42.195公里。在吴中马拉松的赛道上，接近一半的路程都与黄河相伴。这座跨越黄河的大桥，选手们更是要来回跑上2次。跟随黄河的脚步，人们重新丈量这片伴水而生的土地。最后的旅程，我们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市，在结冰的湖面尽享欢乐，看望停在黄河边的海军老兵，见证一次期待已久的提速，日夜间感受这座千湖之城的魅力。黄河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丰沛的水。阳光下，这里的水面总是泛起银色的光。据说，银川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。今天的银川，拥有约200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湿地。在这里建造城市，让人们有了靠近水的全新可能。他们在水上栽种树林，在水上修建亭台楼阁、桥梁道路，试着把家也建在水上。黄河的水让银川变得生机盎然。冬天，水面冻成了冰，但低温依然无法冻住人们的热情。冰面上也可以赛一赛龙舟，拖着轮胎看谁跑得快。结果毫不重要，过程中的意外和洋相才是快乐的源泉。对水的喜爱不仅停留在水本身，这里的人们热爱着与水相关的一切。
在中国海军的队伍里，每一艘驱逐舰都会以一座城市命名。退役之后，有些军舰会回到自己的命名地，成为人们了解国防知识的露天课堂。这是银川舰，作为国产第一代导弹驱逐舰，它曾在海上服役了30多年。退役之后，他来到了银川。人们在黄河边特意修建了一座公园。2019年，一艘退役潜艇远道而来，加入了他的行列。银川的号召力，不只在于它首府的身份，否则，它不会吸引来整个宁夏超过1/4的人口。来此定居的人们，无不看见了这座城市充满前景的将来。2019年，宁夏的第一条高铁线路通车。这条212公里的线路，首先连接了宁夏的几座城市，让大家看见了西部提速的步伐。速度影响人们对距离的感受。交通的发展升级，让西部地区逐渐摆脱了边远的印象。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在这场全国性的升级过程中与时俱进。新变化，构建起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未来5年，高速铁轨会逐渐延伸，北通包头，西连兰州，南通西安，直到宁夏彻底成为中国高铁网络中的一员。这些新的轨道终将连成整体，每一次接入是连通自己，也是成就远方。已经启程的道路，离它的终点只会更近。一个行进中的宁夏，已经有了自己新的节拍。